我们刚才就谈到说，美国现在它要发展一种完全新形态的一个战争，新形态的战争，我透过 AI， 我透过无人机，我透过机器人，我做一个整合，甚至他们现在还有所谓的 AI 曼哈顿计划，他们就是要保障所有的美军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霸主，不但成为这个世界霸主，现在更可怕的是，他们现在还加上了星链。施总，我们看这一张照片非常耐人寻味，你说这张照片至关重要，导播我们看再近一点，这张照片有什么重要的？是今年2月的时候。美国1年1度最重大的体育盛事，就是他们的 Super Bowl。Super Bowl 里面，他们居然可以在林肯号上面观看。它在茫茫大海之中，你说这个东西至关重要，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代表林肯号已经完成了可以跟星链连通。林肯号可以跟星链连通的意思什么？它可以在茫茫大海之中，它的讯息的传递跟所有地方。零时差，没错。事实上，这张照片是美国军方在8月释出的照片，但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是2月11号。2月11号美国1年1度的这个 Super Bowl 是由49人队对这个酋长队，就没有在这边看的都是美军。那美军你想有什么了不起？宝就跟你讲，这个地方在什么？在林肯号航空母舰上。然后它的位置呢，在茫茫大海之中，它周边距离陆地有好几千公里以上。然后这个地方来说，居然它可以零时差的。看到美国 Super Bowl 正在比赛的一个过程，那这很了不起吗？宝杰当然了不起，为什么？以前办不到吗？以前办不到，为什么？以前美国军方是用什么？用卫星讯号，用传统卫星讯号下来的时候，它有一种词眼，你看那个 Super Bowl 吧，然后动作就是这样，而且会一直lag，会有那个，所以那你想看吗？我相信你根本不想看，你觉得这个根本很难看。就他现在是完全没有时差，没有那个，非常的顺畅。那当然愿意看啊！而且我该跟你讲，你也想说，不是美国每个军人都很想看吗？那有2000多个军人，那为什么只有这个坐在这边只有800个人呢？因为其他1000多个人呢，他们都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玩自己的，可以用手机看，所以就到这个训练，他告诉你这是什么？我们美军上面有星链，有非常庞大的数据在传入这一艘船里面，所以呢，未来。你不可能，你这个美军呢，我们随时可以跟任何的飞机可以做任何的训练，做任何的串联，这就是他要告诉你的。我们美国整合跟网络的力量是其他国家比不上的。好，那你讲的这个东西我如何至关重要，是因为我现在有了星链，甚至我有更好的星盾。星盾有什么差别呢？我对于所谓的反辐射，我对于所谓的干扰，我的能力更强。你根本不要想要去破坏我的这个星盾的系统。还有，我天上有很多的卫星。如果我现在把我本来的卫星、本来的鹰眼卫星、监视卫星，然后加上我的星链，加上我的星盾之后，这个全世界完全都在我眼皮底下，而且我可以做一个千里追踪、千里调度，而且作为美国军方来讲。我今天要看哪个地方的景象，我要看到这个当地最新的地面状况，对，我马上就可以知道。简单来说啦，星链来说，有星链就是你等于打开了这个所谓上帝之眼，你现在是上帝之眼，完全透视整个地球。所以透视地球，因为为什么？因为星链里面来说，伊隆马斯克已经发了7400颗，所以现在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啊，你要没有星链覆盖是很难的。那过去美国只有3颗，然后还有一些所谓商业卫星，那覆盖率根本很低。所以现在是他们可以全世界无时差，我可以随时盯着你，跟过去我可能卫星到的时候才能看到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我们跟他讲，事实上现在怎么简单呢？你看，这就是林肯号发出来的照片，他就把这个卫星的这个星链的这个星链的接收盘，对，就在这个 KeyMate 的平衡板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就可以开始这个传输，所以等于是开始加入星链计划。那你看为什么这个很有意思呢？第一个。它每天可以传输3TB 到5TB，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一个影片大概是20 GB， 但是它可以传3TB， 这好几千万部的影片，所以等于那个数据量非常大。对，那数据量大，难怪它不会lag。对，那数据量大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作战官就告诉你，因为他说我们为过去一段时间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在这个船里面要用这个 Windows 系统作业，就 Windows 系统要随时更新嘛。那所以他说，过去呢，我们只能够怎么样？靠岸边的时候有网络的时候才能更新，对，因为速度比较快。因为要不然的话，我们在船上的时候都不能更新，因为没办法跟资料根本不够。他说他现在可以随时更新。我可以随时更新我的这个资料，所以我们网络呢防害或者我们安全都随时在最新的这个速度。那甚至我们还可以网购，就我们现在后勤补给呢，在这个在船上面缺东西，我比如说缺这个苹果多少颗，我可以网购。过去都没办法，过去都是你要停下来之后呢，他们下去采买。现在不用，我就直接定好，我要定怎么定。我在这个船上缺什么，或者我这个船上零件有什么需要，或者我需要什么样的补给。
我可以随时通知后勤，以前都没办法。好，那现在这个指挥官在干什么？他跟这个在跟他对话，卫星讯号是意大利一张加富尔号的航空母舰上面的通讯官，他们两个在即时用过这样卫星的这边通讯，没有任何的 lag， 所以告诉你什么？未来我可以跟同我的队友，或者说跟其他军方互相合作，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直接整合。所以说。以前海军要学什么打7号，对，打半天，你现在不用打7号，而且7号都会乱掉。对，我直接一个荧幕就告诉我现在要做什么，你现在要做什么，那我们现在怎么样的整合？对。我用电话可以及时沟通。以前我们看那个影片，不是说还打7号，还有弄这个闪光灯那边闪来闪去，基本上背啊，直接就这样子，我就直接打电话给未来，搞不好直接用手机通话。我们现在怎么样？所以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非常破天荒，就是未来美军的整个。你看我们假设嘛，假设现在通话的是美国军方跟我们台湾军方跟日本军方，他们在一起3方对话，然后再说，现在中国怎么打过来，我们3个就可以直接讲了嘛。对，这个过去你怎么有可能会发生呢？现在未来就有可能会发生啊。所以这就等于是你有心念的话，你让整个未来的这个作战整合能力会是更强大的一个状况。你说没有心念，我根本就办不到。对啊，不可能办得到，因为你心电话很慢啊。那而且你要涵盖速度，涵盖的范围非常大啊。好，那我们就讲攻击无远弗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是什么呢？我们之前在讲一家 Firestorm 这家公司嘛。那 Firestorm 不是就说它有一个 Excel 的这个微型货柜嘛，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微型货柜3D 列印之后呢，可以把无人机列印出来嘛，对，列印出来之后呢，然后就可以开始发射出去。好，那你讲这个跟星链计划如果怎么整合起来，你会吓一跳。第一个，我们不是一直讲美军在这个台海想定，就是说那个中国解放军来的话会面临到地狱景象吗？那地狱景象，难道我们台湾要放非常多无人机吗？对，未来可能不需要。为什么？未来台湾可以放一些无人机，但是美军。或者说美国，或者说我们可以藏很多货柜，货柜放了之后呢，为什么？我们只要查到说，美军真的这个解放军真的来了，我用所谓的星链计划的星链通知这个货柜说，我们现在呢这个要开始列印了，启动，他就开始列印，他也列印50架之后呢，他就开始攻击了，所以他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因为他只要有星链的连接，我可以随时指挥他，随时指挥他之后，他就可以发射出去了。对，因为他这个。他在货轮上，对，他在这个所谓的货柜里面，对，他在货柜里面，他是在大海中运行。是，你以为说他只是一个平常的货轮，可是刚刚讲那个人，我就可以在大茫茫中，我去指挥你，我会告诉你，从这个货柜里面开始发动攻击。对，这个货柜有可能在海上，有可能在山上，有可能在任何地方嘛。那我就用这样来攻击你嘛，好，那尤其是什么？它这个地方，你就把你的防空系统给打掉了。对，没错，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你看，它也可以，而且宝洁娜他们列印的这些无人机可以同时的互相的指挥调度，对，就说我们可以互相的来分工，我们彼此之间还有通讯系统，这是要靠什么？靠星链的这个连结。所以跟你讲，有了星链之后，哇，你这个无人机的杀伤力会更强大，因为它可以彼此多工协调。譬如说，我这个无人机我看不清楚的时候，你这个无人机可以来帮我照亮目标，照亮目标的时候，然后我就去攻击你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等于可以多方协同，你看下面有帮你照亮目标，然后你去协同作战，去把它攻击掉的一个状况，你就知道这就是他们未来的想定。所以刚才讲我的星链，我贴上的卫星，甚至我的无人机的侦察机，我可以把你的目标锁定，锁定以后，我还可以通知千里之外或者附近你完全神不知鬼不觉货柜里面藏的无人机，对，然后我就突然跑来了，突然把你给炸掉了。对，那这要靠什么通讯呢？靠星链嘛。你有星链的话，你才可以跟彼此之间互相通讯嘛，对不对？但如果假设没有这些通讯的话，那就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嘛。好，那我们讲美国现在在整个卫星发展上面来说，他们还有另外很多商业卫星，譬如说这个 Maxar 的卫星公司，他说他目前为止获得3500万的美元的合约，他说有跟两个国家的政府，他说印太国家提供卫星图像还有分析的这个状况。你说导播再讲一遍，这个东西非常耐人寻味，也值得台湾关注，因为讲我今天跟 Maxar 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公司，你有什么不可以讲的？对，他说没有哦，我有跟不能公开身份的2个亚太地区的政府，他不讲国家，2个亚太地区的政府签订合约，而且这个政府随时可以用我的卫星，你现在需要哪什么卫星图，你跟我讲一下，对，我就会拍给你了。对，而且他说，因为提供了情报敏感性，所以我们无法透露具体国家的资讯。好，那到底是什么呢？目前为止 ，Maxar 可以提供2种，一种是光学
光学就拍出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什么样子就看到是什么样子。一种是所谓的雷射孔径雷达，他们就雷射合成孔径雷达，就是可以弄出来。好，2种资料可以给你，对不对？那你看，这是北韩，这是前一阵子他们北韩拍的哦。对，北韩拍的话，你看他们用这个光学仪器来拍的话，看不出这边有什么。但是他们用这个合成孔径雷达就这什么东西？这就是有一艘潜舰在这个地方，它藏在这里面，他们可以发现到。你看，你透过2张藏在水里面，2张图片这样一看，你就看得出来了嘛。所以这就是它可以提供你2种。你一种觉得有疑虑的时候，你还可以用2种合成孔径雷达。那第2种来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好，也就是说客户呢，你现在就可以直接，你只要取得这个你的这个出入的许可之后，你可以控制这个卫星之后，卫星经过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控制它。好，我们现在要求它到什么位置，然后我们可以开始拍摄，它就可以请求发生的15分钟前的这个影像呢，到什么东西，我可以给我之后，我就开始接收雷达。接收雷达之后，就开始所有的东西都把你拍得非常清楚的一个状况，甚至这个 AI， 这个所谓俄罗斯乌克兰就曾经用过这样，他们就这样，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不是有说一字长蛇阵吗？对，在基辅的。对，当时就是 Maxar 公司拍到之后，他赶快把它分辨出来之后，用 AI 的方式，然后就知道说，这是俄罗斯的这个一字长蛇阵的这个坦克车，就是前进基辅，对，就是利用这条公路，对，没错，然后全部都塞在上面，对，所以他就用这样子，当时就一战成名嘛。那现在他就说，他跟2个亚太地区的政府来签约，那至于是哪2个亚太政府呢？那当然我们这个可以想想看是有哪些国家会这个需要他们的帮忙。而且我们要讲到，现在卫星真的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你今天透过了这个所谓的星链，真的有一个上天之眼，而且上天之眼里面，今天《华尔街日报》有前一篇说，他不是有星链吗？对，他说美国其实非常的小心，连伊隆马斯克都没有得到最高的授权，而在伊隆马斯克的这个公司里面，有最神秘的400个人，这400个人负责星盾的时候，是跟美军五角大厦紧密合作的。对，没错。实际上，这个伊隆马斯克的 SpaceX 里面来说，当然除了星链之外，还有一个星盾计划。星盾计划是跟美国国防部合作的，最高机密。这个机密的等级是什么？连伊隆马斯克你都不能够进去啊！连伊隆马斯克他都没有获得这个合可证。伊隆马斯克不是常常在吹嘘说，我知道美国很多这个高层的秘密，结果没有。但是 SpaceX 你不能够知道，为什么？因为 SpaceX 里面来说啊，大部分都是用来干扰卫星，或者说我要反卫星的时候反干扰这些重要的东西，这个对美国来说更重要。譬如说，一些加密的这个系统，就是用星盾来发展。所以呢，目前为止来说，你看美国开始在各地你看空军有这个星盾计划在这边，好，然后陆军也有星盾在这边，然后海军也有星盾在这边。他们为什么要用星盾呢？就是我要防止你卫星干扰，或者说防止我要这个进行所谓加密通讯的时候，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星盾在这个地方，更可以保证我的安全。好，体会该讲的这张照片，也就在林肯号茫茫大海之中，我居然在今年2月的时候，我可以现场即时转播这个 Super Bowl。你说这个是天大地大的这个新闻，也就是天大地大的讯息。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以前航母出去，我当然可以透过雷达，我当然可以这个知道，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即时通讯。也就是现在透过星链、透过星盾、透过所有的卫星，我可以完全掌控天下部队，我有天空之眼了。对，当然我们说啊，这个航空母舰上面的战管雷达那些东西其实是另外一套系统。但是你说要看这种电视即时的，那基本上真的要靠所谓的星链的这个部分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俄乌战场上面都已经实验到了。就是说，俄乌战场上面本来这个 WiFi 或者是说网络通讯就被俄罗斯切断的情况之下，竟然星链计划去支援的情况之下，各个军种其实都还可以互相联系。对。那我们知道以前其实大家有用过那种卫星电话，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这个阿扁出去的时候，对不对？很麻烦，对不对？而且还要那个所谓角度那边对来对去，到底卫星走到哪里去，你要对着这个卫星。但是航空母舰在这个茫茫大海上面，如果要能够做到这种即时的，而且呢没有任何lag的情况之下，这个其实马斯克的这个东西其实就非常好用。而且我们之前看过了，在俄乌战争里面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幕是，有一台海马斯火箭弹的这个所谓的车子，它送到了高速公路上，在高速公路上面，它也没有啊，它就突然停下来，然后突然停下来了以后，它突然就射出去了，然后这台车就跑掉了。那他就命中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目标，他就把一个军火库给端掉，代表说，我透过星链，我可以给你坐标，然后我在任何的地方，我都可以做最精准的打击，我可以在任何时刻，我去指挥你的无人机，去指挥你的这个所谓的射控系统。对，这个更重要的是说，我们之前这几天还要讨论到另外一个无人机啊，就是 VBAT，就是有曾经在我们的澎湖
这个水域附近出现的那个 VBAT， 你知道那个东西呢，在俄乌战场上就有在用了。那怎么用呢？它其实出去之后，因为那个是可以反电讯干扰的，它最大的用处在哪里呢？就是说，因为俄罗斯都不断的做电站干扰的情况之下，这一架无人机呢，它在这个俄罗斯的干扰之下，都可以什么精准的把坐标，也就是说那个要轰炸的坐标传回到俄乌军的海马式多管火箭，然后海马式多管火箭打出去之后呢，直接命中那个目标。所以什么意思呢？那一个所谓的 VBAT 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就是什么？能够阻绝所谓其他的这个电讯的干扰。对，那可以达到，不然你无人机如果被这个所谓的电讯干扰的话，有可能被打下来哦，对，有可能是失效哦。所以那一个东西来讲，在台海战争当中，如果台海发生战争的话，是非常有用。为什么要到澎湖海附近来测试？我怀疑那些都是海军的，因为你看到荧幕上那些东西、那些点，有人说那是海巡，那不是海巡，那是海军。为什么海军呢？因为你接下来的话，中国的这些相关的船舶、军舰，如果在澎湖海域附近出现的话，我可以及时的传回来，因为台湾也会有海马式多管火箭啊。这个就是 VBAT 的这个，你刚刚看到右边那个岛，那个就是澎湖岛，也就是我今天所有的你看到这些所有的线、所有的指标。就是 VBAT 在这个地方运作。我刚才讲为什么在这个澎湖的西边，因为它从进攻来一定嘛，就是直接从左边打过来。像伊朗打不是施琅打台湾，对，施琅打台湾跟刘国轩打仗，对吧？再看那个图，施琅打台湾跟刘国轩的战场。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线，是那这些线呢？其实美军都已经开始在在做演习了。也就是说，这个 VBAT 到现场之后，锁定中共的这个军舰目标之后，接下来。美国不是有卖我们海马斯多管火箭吗？只是还没到货而已啊。这个未来海马斯多管火箭打出去之后，或者是说他现在第一岛链所部署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直接就是可以命中这些军舰。所以简单说啊，为什么台湾要购买这些相关的东西？不过可惜的是什么？在去年的我们那个海军预算没有变到位哦，所以我们 VBAT 还没买到。所以未来如果这个我们要买 VBAT，我们要买 VBAT，但是 VBAT 现在还没有买到啊。未来要编预算，然后赶快买。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不管是在海上的通讯，这种通讯也好，或者是说所谓的无人机这个战场锁定也好，这都是我们台海所需要的东西。好，宇轩，昨天我们有谈到，就是美军1年1度会针对解放军做一个军情的一个报告。军情报告我们昨天很多的重点放哪里？放在它居然有个专篇就讲解放军的这个所谓的贪腐，这个贪腐会影响到他们整个其战力。但是我们有一点跟台湾至关重要，他每年其实都会谈到台湾，可是今年他讲哦。他说，台湾现在要发展什么？跟整个中国的不对称战争。不对称战争里面，中国哪个？资讯战、电子战，这个我们都知道。这重点来了，我们居然还有一个高速隐形战艇、暗制的机动飞弹、快速布雷跟扫雷、无人机系统跟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哎，这是美军帮我们写的。台湾现在要跟中国打仗，台湾现在要防卫中国，台湾现在要发展不对称的战争。就是什么？我透过的是资讯电子战，透过高速隐形舰艇，透过暗制的机动飞弹，透过快速布雷跟扫雷、无人机系统，还有保护关键基础的设施。宝来哥，当我们看到美国对于中国的军力报告提出这样一个想定，他讲说，哎呀，中国呢，那我们讲贪腐问题不能打，但他说，但是台湾呢需要什么来因应作为来反制中国？各位你要记得，台湾的军事以及我们相关的军火以及相关的采购最大宗来源是什么？当然是美国啊，所以美国在讲说台湾需要这些的时候，什么隐形的舰艇啊、暗制的飞弹、快速布雷、无人机系统，你就知道代表美国即将要卖给我们这个。再来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怎么知道说到底是哪些厂商呢？我跟你讲，你看中国就知道了。中国呢，他现在最近突然提出一个制裁名单，而这个制裁名单里面呢，有13家美国的军工公司，包括什么 Brink 无人机、赛尼克斯。火风暴 Firestone， 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讲白话文啊，就是你卖东西给台湾嘛，你干预到我们的内政嘛。但你想想看哦，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到底为什么我们说这件事情，我们讲板上钉钉？因为这是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所丢出来的新闻稿。OK， 他所丢出来的新闻稿里面提到的是什么？他对台湾提出来的这个军售金额大概6000万到7000万美金。但你要想想看，最重要的是里面这个，他说我们会提出一些呢实验部队系统的后续资源。什么叫实验部队系统？实验部队系统代表说这是他最先端的科技，包括从资讯的连结，包括我们讲的相关的生产跟制造。那宝杰哥，我直接举一个例子，你就听懂了。我们刚刚是不是才刚刚介绍说火风暴实验室？那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实验部队系统。来，我一个一个讲给你听。来，比如说呢，他们讲 Synexx 这个这家公司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被中国制裁实体清单一，它提供的是什么？它提供的是所谓的无人舰艇，而这个无人舰艇最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它是仿造 F11拐，F11拐宝这个是什么？就这台。对。
它的形状你有没有觉得跟 F-16拐超级像？因为我跟你讲，昨天美国的那个中国解放军的报告里面，他就提到，我现在台湾要发展什么高速隐形舰艇。这个高速隐形舰艇，难道就这个 Cinex 的隐形无人快艇吗？对，你看啊、他被中国制裁，美国说我们需要，然后马上他被制裁之后呢，刚好他讲到说有所谓的我们讲的实验前沿的这种提供的相关的清单，结果他就出现了。而且你知道吗？这个隐形舰艇它厉害在哪里？第一个，它是无人的。在第二件事情呢，它是仿造所谓的 F-117，也就是空中隐形战机，它是全部是按照那个去打造的，而且它上面可以搭载什么？可以搭载弹药，也可以搭载机枪，而且全部通通都是无人操作。换言之，它可以按照你所谓需要的东西呢，在上面做配备。而你想想看，如果这样的一个集战力放在台海之间的话，它绝对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我们讲的威胁。而且不止这样，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巨型的一种产品，它还有什么？这种 AI 无人机，宝大哥，你知道这个 AI 无人机Havoc 它可怕在哪里吗？可怕不在于它的值，可怕在于它的量。第一个，你看到这一艘，前面很像太阳能板的，对不对？对，它8个小时就可以做一艘。它8个小时做一艘，8个小时就可以做一艘，你想想看多可怕！它不是几个月哦，所以说它这个是干嘛？地狱景象。可是我8个小时做一艘无人船有什么用？它能打仗吗？不，宝大哥当然能打，为什么？它能真也能打。换言之，它还可以，我们讲，如果说真的是有必要的话，还可以自杀型攻击，因为它的设定数量，所以它是自杀无人舰。对，它的设定数量是一次可能2000件、3000件，直接广泛的撒在海面上，它就这样定点漂浮在那边，它动也不动，为什么？反正呢，它可能有太阳能板。相关的蓄电呢，对他来讲也不是问题。它长期可以在驻守在这边呢，就作为我们讲侦察的功能，而有必要的时候还发挥打击。但更厉害的是什么？你看哦，包括这个 Cyberlux 一样，这个是说乌克兰实战中直接验证过的，它就是这种炸药型的。你想想看哦，它这个画面就是我们讲这个 Cyberlux， 它 Cyberlux 它干嘛呢？顶攻。我们讲无人机，它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它很多的问题。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今天要去操控，对不对？它如果要去攻击的话，很容易撞到正面、撞到侧面那种钣金比较厚的地方。但是呢，它所采取的攻击方式，代表说它有经过运算之后，顶部是一个战车最脆弱的位置，它采取顶攻炸药的模式，直接把它炸毁。而且更厉害的是这一家叫做 Brink。你知道这个 Brink 的老板哦，他年轻了19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创立这些公司。当然身价呢，我们讲的2、3亿美金。你知道他原本在哪一个地方工作吗？他原本是大疆无人机的司机。大疆无人机。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家伙太厉害了。为什么？通常都是中国偷别人东西，他不是哦，他是去中国之后呢，回过头来他学大疆无人机，对，发扬光大。而且他的无人机都干嘛？用警用的。各位你看啊，他这是他的无人机，都非常的小台，而且它跟一般的 GPS 不一样，因为室内 GPS 很不好，所以呢，它要怎么定位？它是用光打。OK， 它是用 LiDAR， 所以它用光打的状况之下，它可以去侦测说室内很复杂的环境，然后进而达到很细致的操作工作。比如说，它可以破窗，它可以协助警察，因为它现在大部分呢都是跟警政系统合作，而它现在目前呢也开始跟军方有一些合作的计划案。所以你想想看，从大的到小的，到牺牲打的，到侦查的，我们讲所有方方面面，如果说加上我们刚才讲的 Firestone 是什么？它是货柜型的生产中心。都可能跟台湾之间有联系，甚至跟台湾之间卖到台湾来。那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到时候运到台湾来的话，那到时候绝对会造成台海之间战争结构性的变化。对，我们也谈一个 Andrew， 他是吧？他是跟台湾关系非常密切。之前讲他可以发展卫星，他也有无人机，他现在有无人车，他现在也要跟台湾来合作吗？对 ，Andrew 他最可怕的时候，因为他是非常了解台湾的，常常3天2头就要来台湾来，因为他知道。台湾会是他们未来一个最广大的市场，但他现在研发出来一个东西细思极恐，什么是卫星？卫星它可以干嘛呢？第一个，它结合 AI， 结合 AI 之后，这个卫星形同一个天眼。换言之，所有在台湾海峡以及我们讲的两岸之间发生的任何事情呢，它都在他眼皮子底下。与此同时，它透过这个卫星串联什么？串联无人机系统。串联飞弹系统，所以各位你想想看哦，的确它有抛出很多什么自动越野车啊、自动驾驶车啊，但是你想想看，每一台上面可能都有装载星链。那装载星链的状况下呢，等于说我卫星侦测到了敌人有任何动作，我马上呢就可以透过这个卫星去透过星链传递的方式去调动方圆百里，比如说飞弹接收车。你看这个无人飞弹车，宝杰哥。这个不是什么海马斯哦，这是无人飞弹车哦。等于说它可以在我们讲的自动侦测、自动预警、自动反应的状况之下呢，马上把这个无人机在卫星一观测到的第一时间开始进行大量部署，而且每一台部署呢，它都会干嘛？它都会形成一个视野的交叉网络。换言之，我今天看到的一个范围之内，比如说有敌军入侵，但是呢，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打击你，我可以马上联系了我其他旁边的友军来进行攻击。那你想想看，那看他写哦，比如说我搜寻说，哎呀，我要什么样的目标？对不对啊？我搜寻到这个目标的这个东西，打字搜寻进去说，比如说我要找坦克，
我要找飞机，我要找船舰。那一找到之后呢，他马上就会利用 AI 自动去判定最临近的单位，以及相关的去锁定说到底我的标的在哪里，而发动攻击。而这个攻击，我们讲各位，随时每一战，以前我们都讲说总体战是最困难的，因为你要调动所有的兵马。错了，未来只要在 AI 以及相关整个无人机系统状况下，每一次攻击都是总体战。吴总，我跟他讲，虽然中美的对抗这个主旋律看起来没有改变，也是现在世界上非常清楚的一个大势。可是现在有一个小小诡异的东西，就是昨天你有提到说，川普原来他就职之后就有跟习近平通过电话，他们两个通了电话，后来现在王毅昨天也表示了一个极高的善意，大家非常关心是你们两个到底讲了什么？你们两个之间的那个关系有和缓的状况吗？现在为了要解决俄乌的问题，川普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嘞？川普付出多少代价不晓得，但是普丁现在已经吓坏了。普丁现在最担心被习近平卖了嘛？那习近平会不会卖普丁？会吗？当然会卖普丁，一定会卖。他国家的存亡问题啊，因为习近平本身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跟中国的未来的发展问题，他必须要跟美国合作。对，中美关系如果不改善的话，他这个目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有亡国跟亡党的危机、有这么严重吗？当然严重啊！这多少人在讲了，留言这些都在写啦。对，所以说他现在唯一的选项必须要跟这个川普合作，所以习川两个合作是一定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那把谁卖掉？当然把普丁卖掉嘛。所以普丁现在很紧张啊，一下跟你谈核弹呐、一下跟你谈什么导弹啊，中岛这个合约要解除啊。所以这些动作都是示弱的动作。反正怎么讲法，大家都这叫示弱的动作。示弱我都说我要定钩机了，我都说我俄罗斯跟美国，我们两个导弹来比一比，这个是示弱。美国为什么要跟他比啊？美国更不需要，要到中国大陆把东西把它的后面的后援撤掉就撤掉了嘛，对不对？你后面所有的用的经费，打仗要钱呢，对不对？你所有的经费，你所有的武器，所有的包括伊朗、包括北朝鲜这些的影响力，中国是老大哎。那中国本身现在也是内部也是因为这个俄乌问题搞得习近平很困难啊。所以本来刚好就这个机会下台阶，不是刚好，而且普丁现在的调门拉得越高，然后代表什么东西？代表他要跟美国直接谈嘛，他不希望透过中国，他不希望习近平把他给卖了嘛，他当然希望直接交易啊。所以川普很厉害啊，川普这一招的话就有可能他通通都可以交易啊，川普无所谓啊，谁来谈都可以啊，金小胖也可以啊，他不挑啊，对。他不挑对象的嘛，对不对？他不挑大咖小咖，所以我觉得俄乌这个问题会导致成今天这个习近平跟这个川普有一个这个好的气氛的合作的开始。那你在这个气氛的合作之下，有一些结构上的冲突利益会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经济问题是不是还要继续冲突？对。所以，但是优先处理俄乌问题，我认为在现在刚好进入冬季嘛。可是对一般人会觉得很困惑是。你美国要来整我，你美国要来以后要对付我，那我现在配合你美国去对付俄罗斯，这合理吗？这没有什么对付跟不对付的问题，在川普的逻辑里面，通通要交易嘛。这完全是斤两的问题啊！我给你几斤几两，你给我几毛钱，就是这个东西啊。他就是个商人啊。对，他100%的交易问题，他一点都不，因为现在目前情势对川普非常有利嘛。因为你要看到中东的情势，以色列的情势，对，叙利亚最近还要在叙利亚不现在打伊朗了，叙利亚小事啊，他在准备干伊朗了，以色列要打伊朗了，纳坦雅胡已经在第3次跟伊朗人民喊话，要解放伊朗人民啊，所以他在讲的说，你看看你们这个伊朗的这个政府多坏，对，花了多少钱去帮助恐怖分子，帮助非洲，然后你们老百姓自己的生活环境那么差。所以我要来帮助你们我要帮助你们的伊朗人民得到自由，而且搞这个玩意儿啦，对，所以准备要打伊朗了嘛。所以这个整个情势在变化中，那这个的核心问题就是今天关键在川普嘛。那川普现在他要跟中美的问题要处理的话，他可以用这种包裹式的解决嘛。他有很多的交易可以，他的筹码太多了，他全球的，他也可以把台湾卖掉啊。对不对？所以他这2天的这个有关这个所谓的这中共的这个中共军力调查报告，对， 2024财年报告里面，这也是非常奇怪一件事情啊。
从来没有这个五角大厦在潘铁港出过的报告里面去讲到中共的弱点啊，解放军的从来没有讲过解放军弱点，每次都是故意夸大解放军的战力。对，我要钱，然后在国会骗到预算嘛。那昨天的报告出来一看，讲了一大堆解放军的弱点啊。为什么？这是这个情势变了嘛，因为这个政府要换了嘛，所以这国防部要开始告诉川普说，我们做了很多情报工作，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还有我们现在打得过老共。他讲的很简单啊，15个将领通通下马。对，半然后年。你再把那个我没有全部看完啊，我现在就用周末要把全部看完，总共180页，180页。上一年呢，上2023年是210页，它里面把所有的导弹的这个基地的位置、方位通通点出来了。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如果你的弹簧刀一攻就把它攻掉了。对。然后他还讲那个什么将领有15个下马，什么意思呢？15个将领下马表示他有结构性的问题啊。你已经打贪腐打了13年了，居然还继续贪腐，所以表示中共的将领的贪腐不是习近平的问题啊，是他们的长期的结构问题，你改不掉嘛。当然改不掉会变成第二个问题，你的指挥权会出问题啊。他现在问题很严重，他里面还写了一段什么东西，你知道？说中共没有真正作战经验，他的连排长这些人啊，没有指挥权。我们看俄乌战场，你看不看得到？看乌克兰打的时候就是用北约的打法嘛，没错。他一个班长带着兵就干了嘛，就随时调整方位，调整据点。我接到指挥就打了，就开始我的排长、我的班长就可以下指挥命令了。对。可是俄罗斯呢？不行，俄罗斯死了一大堆将军，你记不记得？对，在第一线死将军呢、为什么将军跑第一线干嘛？去指挥，然后被干掉。这就是今天俄罗斯跟中国跟西方阵营两个的军事的基本的理念、战略观念、指挥方向不一样嘛。那到今天呢，俄罗斯都打成这个德性了。如果他来打台湾的话，他那个舰长，我现在问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啊。我们我今天看一个假设的题目了。他如果今天的船只，他的这个军舰跑到菲律宾南海去了，然后他的福建、广东被轰炸攻击的话，他后面的这个后勤补给不上，这个船要往哪里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他今天在2024财政报告前那么清楚东西都讲出来了。所以这个里面把台湾的优势也讲出来了，把弹簧刀也写出来了。弹簧刀我们买了1000台弹簧刀，你飞过来试试看。我现在你弄个它就300艘战舰，对，你能够就几艘到台湾海峡打嘛？我告诉你嘛，打不了几十艘嘛，对不对？到台湾海峡大概个30-40艘你就动不了了嘛。对，我就针对你那个弹簧刀一攻出去的话，你30艘废掉在那边就完蛋了，那国家就亡国了。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新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啊，现在已经知道他的问题是所在，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事情在后面。我们今天这2天在讲的这些所谓的军事科技啊，叫什么军事科技？我跟你介绍一下好不好？叫做昨天的军事科技。谁是明天的？不止，还有明天的。明天是谁的？你有马斯克搞明天的嘛？马斯克要开发出来的军事科技，所以因为马斯克要来介入国防产业嘛，所以才有昨天这个2024的这个中共的这个国力的军力的报告。对，中共的军力报告有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应付马斯克来的吧？真假的？当然是马斯克要介入国防部啊！你知道美国军方1年军火买多少钱？多少钱？8000多亿美金啊！8000多亿美金多少钱呢？这大的不得了啊！而这个产业在全世界未来10年内的话，好几兆美金呢。他是有权利的。这个还有一个，我前天讲了一句话嘛，当一个霸权，一个新的一个帝国要兴起的时候，跟衰落的时候，都会遇到什么事情？战争，伟大的战争，决定性的战争。对，中国已经是中华帝国了嘛。中国全世界第2大嘛，他现在面临到他的这个国家要向上走还向下掉的危机啊，像碰到2个疯子，马斯克跟川普，他们2个用科技、用军事的科技改变了游戏规则，把你过去你做的这些船只、你过去的飞机，通通变成废物，
我要马上全面的10年内无人化或5年内无人化，不知道。所以伊隆马斯克真的他的无人机还有他的机器人都有战斗跟军事用途。伊隆马斯克搞的无人机不是这个弹簧刀无人机啊，它是 F-35的无人机啊。你知道 F-35一架多少钱吗？8000万美金到1.1亿美金呢。这个无人机要1亿美金的 F-35，伊隆马斯克去搞起来的话，他搞个机队来打你啊！所以这个科技的东西，我跟你讲，大陆的网民有个笑话，他们看到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啊，在这个 SpaceX 在那个新的火箭飞回台湾的时候，不飞回地球的时候，用那个筷子把它夹住2个钩子，你知道他们怎么笑马斯克吗？哎呀，美国人太穷了，连那个回收品连那个破烂品都要回收啊！他们是这种的阿 Q 精神，你知道吗？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航太伟大的不得了，其实技术上代差太远，所以在3、5年内，这个地球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